下面学习虞美人。单枝虞美人由花瓣、硕果、花蕾、萼片和叶子组成。先分别完成各部分，然后再进行组装。我们先来学习花瓣的钩织方法。一朵花由4个花瓣组成，每个花瓣相同，都是采用锁针环起的方式，先来回往返钩织，再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短针加针、长针加针、长针1针放3针、长针1针放4针，请看演示。取出线材，先锁针起4针，然后与第一个锁针引拔连接，这样锁针环起就完成了。中间有一个小的洞眼，接着钩第一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起针的洞眼里钩5个短针，这样第一行完成。接着钩第二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在下方每个针目上各钩一个短针加针。注意，因为织片翻面了，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。短针加针就是同一位置上钩2个短针。这样第二行完成。继续钩第3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这3个锁针算作1针长针，对应的是下方第1针。从左侧相邻针目开始，一针对应针钩长针，第3行完成。下面来钩第4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算作1针长针，翻面，先在左侧依次钩3个长针，下一针是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2个长针。完成后，继续钩2个长针加针，3个长针，最后一针是条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钩织。这样第4行完成。钩一个锁针固定，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第5行就是在上一行长针加针上
勾长针加针，其余长针针目上都是勾长针。先翻面，从右侧第一针开始接线，取出对应线材，直接将线勾出。这样接线完成，后面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第5行完成后，接着来钩第6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。翻面，在下方第一针上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3个长针。完成后，左侧针目上依次钩长针，一直钩到还剩最后一针。在最后一针上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，钩一个长针1针放4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4个长针。旋转织片，挑第5行侧边边缘钩2个长针，下一行侧边边缘钩2个中长针，下一行边缘钩2个短针，第2行和第1行边缘各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起针的锁针圈里钩4个短针，然后钩与这一侧侧边边缘对称针法。完成后，与起立针引拔连接，这样倒数第2圈完成，断线。下面来钩最后一圈，取出线材，我们找到上一圈的倒数第10针。从这个短针上开始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。注意这一圈要加入铁丝，开始预留7厘米。后面针法前面都演示过，大家就对照图解钩织即可。最后引拔连接，
结尾铁丝也预留7厘米剪断。这样一片花瓣就讲完了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余的花瓣完成。下面来钩硕果，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注意倒数第2圈结束后，需要塞入适量填充棉。我这里已经钩好了，接着来钩最后一圈，都是钩短针剪针。结尾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，将线穿入缝针，从最后一圈的前半针上依次穿过。先布拉紧，接着另取棕色的线，穿入缝针，在硕果上均匀缝出6条线。这样硕果就完成了，放一旁备用。下面来钩叶子，大家先按照图解钩好第1圈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这一圈要加入铁丝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依次钩6个短针，完成后钩一个分支，暂不加入铁丝，钩12个锁针，
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1根线，依次钩11个短针。完成后，在下方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旋转织片。分支朝左，挑第1个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接着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加入铁丝一起钩织。左侧相邻位置也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左侧依次钩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长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钩2个长长针。长长针的钩织方法就是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相邻位置，然后绕线钩出，这样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，依次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，重复3次。这样一个长长针就钩好了，再钩一个，钩在同一位置。这样长长针加针完成，接着钩3个锁针，长长针加针的同一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左侧依次钩2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长针加针，2个锁针，同一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继续左侧依次钩2个短针，完成后旋转织片，调左侧针目依次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，
左侧依次各一个短针，一个引拔针，两个锁针，引拔针的入针位置各一个长针加针，后面就是钩对面这一侧的对称针法。稍作整理一下，完成后，这样一个分支就完成了。接着，在第一圈的针目上依次钩8个短针，注意包裹着铁丝钩织。然后钩一个分支，先钩9个锁针，到2钩8个短针，接着在下方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旋转织片，挑第一个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后面就是按照图解钩完这个分支。注意包裹铁丝钩织。完成后，后面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连接，这样第2圈完成，一片叶子就讲完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演示钩完剩余数量的叶子，完成后放一旁备用。花蕾和萼片所用的针法都演示过，大家就按照前面的演示对照图解钩完即可。下面进行组装，先取出一片花蕾，将它稍微向
中间卷一下，正面朝外。接着取出2片萼片，放在一起，用线进行缠绕。缠绕到一定长度后进行固定。我这里缠了大约3厘米的长度。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取出花干和硕果，将花干穿入硕果收口位置，用胶水固定。接着拉紧收口的线。接着剪一根15厘米的铁丝，取出花蕊，放在铁丝中间位置，固定。然后取出4片花瓣，与花蕊和硕果一起用线缠绕。注意是最后一圈的正面朝外。
我这里缠绕了约5厘米的长度，然后取出刚才做好的花蕾，一起缠绕1.5厘米的距离，加入一片叶子。叶子正面向上，最后缠绕8厘米固定断线。下面预留一点剪断。这样，一只虞美人就制作好了。大家将剩余数量的虞美人也制作好。下面学习小蜜蜂，分为主体、翅膀、眼睛和触角。主体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，中途需要换色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剪针，请看演示。先起针，表格起针是环起，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。先来单环起针，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勾第一圈 ，R1 是 6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勾起针短针。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勾6针短针。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勾起立针。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，然后调起针的线圈，勾6针短针。完成后，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尽量拉紧一些。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接着在这一圈，第一个短针针目勾引8针结束。如果分不清楚，可以从后往前数针目，是这个大辫子。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钩。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结尾都要勾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正面，接着勾第二圈 ，R2 是 6V，V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勾几针短针加针。这里表示连续勾6针短针加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。我再强调一次，绕圈钩织时开始均要立起立针，
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在上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勾一针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引拔针的入针位置勾2针短针。钩针时，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勾边收进去。1针、2针，短针加针完成。继续在左侧针目上勾一针短针加针。这一圈一共要勾6针短针加针，剩下的4针全部按照每一针里勾出2针的方法来勾。最后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，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每一圈的总针数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标明，往后我就不再说明了。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，一定要注意，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，拉紧，起针多出来的线头直接剪断。第2圈就完成了。继续勾第3圈 ，R3 是括号 x，v 括号乘6，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勾一针短针，接着勾一针短针加针。XV 就勾好了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先勾一针短针，再勾一针短针加针，这是第2次。这一圈要重复钩织6次 XV， 剩下的4次全部按照一针短针、一针短针加针的方法来勾。最后与第一针引拔，拉紧，第3圈就完成了。可以看一下，织片正面纹理清晰，反面纹理模糊，后面钩织时正面始终对着自己。大家先按照图解一直勾完第4圈的倒数第2个短针，因为第5圈开始就需要换色，所以第4圈的最后一针需要先勾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。钩针穿入，绕线勾出，这样短针的未完成针完成。接着取出下一圈需要的线材，直接将线勾出，这样短针完成，换色也完成了。然后用新线引拔连接，原线和接线的线头带一下，这样第4圈完成。第5圈和第6圈就用新线不加不减勾短针，原线放在此处暂不钩织。注意第6圈的最后一针需要换色。第7圈和第8圈用原线钩织。
新线放在这里，暂不钩织。第8圈的最后一针需要换色。完成后，将原线预留10厘米线头剪断。第9圈也是不加不减钩织。下面来钩第10圈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是一个短针减针，先穿入左侧第1针的前半针，再穿入左侧相邻针目的前半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将线钩出，还剩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短针减针完成。这种只挑前半针钩减针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。用这种方法钩织，针与针之间的缝隙比较小，织物整体更精致。这样，括号里的一组针法完成。后面就是按照这一组的演示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连接，取出少量填充棉塞入，然后来钩最后一圈，这一圈都是钩短针减针。预留20厘米线头，穿入缝针，将针从每一针的前半针上穿过，最后拉紧，这样就收好口了，主体就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翅膀，取出线材，环形起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线圈中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长长针，然后钩长长针右侧对称针法。
最后在线圈里钩一个引拔针，收紧织片中心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一个翅膀。下面制作触角，剪一根4到5厘米的铁丝和一根30厘米触角所需的线，抽取2股，在铁丝上缠绕，开始涂一点胶水固定。完成后，将铁丝一端弯折0.4厘米左右，这样一个触角就完成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再制作一个。下面进行安装，取出主体和翅膀，将翅膀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找到第7圈中间的2针，从引拔痕迹向两侧数。我们在这2针的两边分别缝一个翅膀。完成后，取出触角，安装在翅膀前面第4圈的针目上。外面要露出2.5厘米的长度。
剩余的涂上胶水，放进主体里面。等胶水干透后，将触角稍微捏出弧度，接着取出成品眼睛，安装在触角前面第2圈的位置。这样一只小蜜蜂就制作好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余的小蜜蜂完成。